这一场看到电动车的霹雳火，您知道，过去10年，中国一直把电动车当成了美中对抗最后的王牌，但未来5年，中国国家政策最新规划却把电动车3个字给抹去了。偏偏这个时候，搞电商的京东，你来凑什么热闹？居然推出了一部21万的电动车，你还嫌内卷不够卷吗？再内卷无极限，我就问，京东的乱入会是压垮中国电动车、推进死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吗？是，就像我们都知道，京东已经是电商界的龙头了。今天这个电商界的龙头，竟然跟另外2个伙伴携手跨入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一进来之后惊天动地，为什么破盘价竟然不到5万块人民币，相当于台币只要21.7万？甚至他说什么，如果你是我京东电商的会员，一个情况之下，你有一大堆的补贴可以弄，到最后连20万台币都不用，4.54万人民币，哇，这真的也太便宜了。第二个，它是主打换电，2分钟换电，就像是你拿电池，然后去到换电站，登99秒啊，就100秒都不用，就可以完成这个极速换电。再来，这个电的续航力竟然可以开500公里哦。所以呢，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可能1周你只要换1次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现在买，对不对？我保证最低价。你说什么保证最低价？还有这种保证？它保证什么？180天内，如果180天内这一款车你在外面有买到3万块，比如说现在卖5万，你在外面有买到3万人民币的，差这2万人民币，对不对？我补给你，而且我有10倍的价格补给你。到底京东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它已经是电商龙头，你好好的电商，你就做你的电商，你想要靠着卖车赚钱，我是不相信。是，果然它确实不是。那它到底要干嘛呢？第一个，它所携手的2个伙伴，一个是安安，也就是做车的；另外一个是宁德时代，当然它就是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电池王嘛，已经有30%多的一个市场。那它为什么携手这2个？很显然，造车这件事情不是京东所寄望的，但京东的优势是什么？我有7亿个会员，活跃的会员数哦。所以我现在想的就是说，如果我从这个电商跨界到一个电动车市场，我主打你买车像买菜、像买3C 产品一样简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这个所谓的售后服务店，不管是你要维修啊，不管要什么，我都有实体店面。那这是不是代表着它无形之间也透过这个电动车打到了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售后服务市场？所以呢，有人就说它其实是一个敲门砖啊，用这种的方式又来跨界吃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好，那它是这样的，而且你知道，它有推出一个行销的非常厉害的高端的手段，京东一元拍卖就是这个车子你只要1块钱，大家来竞标啊，大家就来交朋友。所以呢，大家讲说，反正1块钱没什么损失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子就把这一款车炒热，炒得非常的火红。那当然，其他的2个伙伴所寄望的是什么？像以安安来讲啊，安安啊，其实他的车子是不错，但是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被比亚迪掐在地上打得迷迷茫茫。光是以9月来讲，它的销售量只有2.73万辆，年减32.37%，而且是连续5个月的下滑。所以他如果不再靠着这一款爆款车，就是火红的车的话，看起来它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才会跟京东这个所谓的合作。那看到的当然就是京东做这个7亿活跃用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未来的潜在的一个商机。那最后一个合作伙伴，也就是宁德时代，它到底着眼宁德时代什么？宁德时代为什么都已经在那个电池市场称霸了？它为什么要？因为事实上它的一个换电站不足，它到目前为止它的换电站只有大概700-800家店，远远落后于这个未来啊。所以呢，对他来讲，如果他要从现在的所谓的一个电池的龙头跨到这个所谓的换电这一块的话，他就要急起直追。刚刚我们有提到，京东有一个好处什么？它要变成是有一个维修站，在这维修站，全中国3000个维修站，同时也提供换电站。那是不是来讲对于宁德来讲，我1毛不出啊，我就可以这个如虎添翼，它就可以实现怎么样？你知道吗？换电、加充跟公共充电3分天下，它3足鼎立。所以我们讲到了中国电动车卷到一个不行，就算卷，最后一个弯道我也要奋力一搏。
要不然我们纳闷的，你回头来看，是就在上个月，中国他们在未来5年最新5年的国家政策跟方针，老早一笔把电动车3个字给抹去，它电动车已经不在他眼皮子底下。京东你凑什么热闹？但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未来5年电动车不再是习近平的最爱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动车过去这10年来已经是中国发展一个非常最重要的一个方针哦。那事实上，他们确实也就是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因为消费力减一个情况之下，不断的内卷又内卷，所以那个习近平他就想说，再这样卷下去啊，看起来不仅是电动车没有一个竞争，连它的供应商这个产业哦，可能都会变成非常惨的产业，所以他才这个未来这个政策上不再进一步补贴啊。那比亚迪在因为这个情况确实哦，包括今年第3季，它的整个净利润竟然只有78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减了33%哦，那营收也进一步下滑。不过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人家自己中国市场内卷不要紧啊，我们可以行销全世界啊，所以立足于中国，放眼全世界，所以他呢启动全世界的一个布局啊。不过看我这干单，我们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面临到一个关税大战一个情况下，欧盟也害怕你这个进来打到我们自己啊，所以欧盟对于比亚迪，你知道在原本基准的10%的一个关税之外，比亚迪进来要再课征17%，所以加起来是27%，甚至现在连以色列军方还有挪威啊，这个都认为，你比亚迪好像你搞不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监视系统，这个数据是不是也会进一步传回到中国去？说你会偷我的资料啊？是，所以担心有国防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下令将全数先前采购的700辆的中国电动车也全部都召回。那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当然就是另外100多辆的宇通客车，这个也是中国宇通啊，它也是被人家认为会怀疑它有一个可能窃取我相关资料来讲，甚至有人之前有传出什么，它可以远端遥控。让你好可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电动车，因为它已经发展到这个情况，那在中国内卷情况之下，他们也想办法可以想办法在国外市场上可以抢得滩头堡。好，你想要对着国际的市场去攻城略地，但是就像刚刚慧珍给大家看到，世界的消费者也慢慢见识到你中国电动车有几个风险。第一个刚刚提到的是资安的风险，是偷我的资料；第2个风险，我觉得也很严重。会让你陷入火海啊！这是蛮可怕的哦。我们都知道，2018年哦，事实上有 Range Rover 这个 Sport P400E 这辆车，它那时候在天门山爬天梯，给它吸狼它就这样爬，哇塞，就完成999级的一个时阶挑战。这个画面一出来啊，超级帅的，全长300公尺，落差150公尺平均坡度达45度。结果这个一出来之后，哇，每个人都想要成为那个很帅的那个驾驶，所以卖爆了，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这个卖爆之后，人家就有另外一辆车品牌奇瑞风云X3L啊。人家也想要东施效颦一下，K 哥就真的是变成东施，好不好？看这段画面，来，导播给我们看这段画面，这画面简直太有戏了。你看要往上，那歪体啊，的路呢，我的天哪，还为那个斗推路，这也太拉惨，而且还撞到旁边。太拉惨了，你知道吗？你准备欧郎，你马不挂配。你知道今天这个天气，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朗，视线非常的清楚。跟 Range Rover 那一天测试是完全不会在左边，云雾缭绕是左边 Range Rover， 人家达阵一棒成名。结果右边呢，你想东施效颦，你就看谁先爱，结果一个马库刹车刹不住，撞得东倒西歪的，真的很好笑。而且你知道吗？旁边还撞到那个旁边的石阶，所以还留下痕迹，所以还被人家笑成什么创造痕迹啊，创造历史不可磨印的痕迹，因为真的漏啊康哦。所以呢，人家就讲说东施效颦的结果，我当时你不告来，真的不要给自己丢脸哦。那另外一款车啊，华为的问界 M9那也自驾，人家说自驾很厉害很炫啊，出代金哈。就车主前一天他讲说，你看我们这个自驾车多好，如行云流水啊，非常通畅无阻啊。这个车子真是太帅了，开起来的舒适感十足啊。我跟你讲，前面有车有车没关系，它自驾，它有安全，
弄掉啊，哎不够呦，聪明，哎，前1分钟还在车上说，哇，这个自驾好聪明，好人性化，说着说着撞上去了。他的自驾可能有近视哦，有障碍物在前面没看到，结果还好，因为后来他赶快紧急踩刹车，所以一样是撞上了，只是说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所以你就发现哦，有时候啊，你要帅一下，要帅一波，要开直播，结果后来反而是给自己的一个劣迹哦留下了一个记录。那另外呢，北京有一位小鹏汽车的用户哦，他也是开启了这个所谓的自驾系统，然后呢，这个也很拉惨啊。你知道我们这个车子不是要下停车场或什么有一个限高吗？它就是自驾要限高哦，这个2.2公尺啊，自驾限高，结果他没有办法，现在一个给弄掉。哎呦，车子怎么冲到下面去了？对，就竟然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所以人家明明限高在前面，对，然后呢，你不够聪明，对，很鲁莽，硬冲出去，然后还失控往右打滑，冲进这里了，就冲出去了。所以还好旁边不是悬崖或什么地方，不然你这样子真的是很危险，而且还整个撞得迷迷茫茫。你觉得刚刚没有看到自己这个限高已经很好笑了吗？这更好笑，因为撞成这样了，前面的车头都毁了，结果安全气囊没弹出。你怎么被我戏了？对，真的。所以我心里想说，哇，这个真的是，这是哪门子自驾啦？自驾，关键自障啊，自己有障碍的一个车子。一句话说哈。这个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比下去才知道。你看看人家特斯拉的脑袋多聪明，所以熊咪呀，不后悔哈。你看人家自驾，人家的特斯拉，特斯拉，你看厉害到左边有没有？左边，哇塞，左边他刚刚一辆那个有小飞机经过他们担心他会撞到，所以他马上往左撇，有没有？他有要让他看出来了。对，他发现你这样过来，有可能我的那个车顶可能会被毁到，所以他赶快往左边一点，有没有？所以人家这个才叫自驾嘛，特斯拉这个所以人家贵是有差的。而且飞机的速度是何等的快呀！是，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它那么远，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感应，它的整个 sensor 其实是不仅又远又高，最重要是又精准。所以有时候你要东施效颦，真的要垫一垫自己有几斤几两重。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